上辈子黄老太独自养大孙儿两女带8个孙子，临老了还捡废品补贴家用，谁料一朝瘫痪在床，却没换来一丝善待。死老太婆，公公生前的传家宝你给藏哪儿了？什么传家宝？我嫁进宋家70年，从来没听说过宋家还有传家宝。妈，你若是继续装糊涂，就别怪我们不给你送吃的喝的。老不死的，你还想拿捏我们到什么时候？别人的妈都只盼着子女们好，我们这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怎么会摊上你这么个心思歹毒的妈？看来只饿3天还是太少了，再多饿他几天，总会开口的。就这样，黄老太被活活饿死了。等她再次醒来，竟听见早夭的长女在耳边低声哭诉着：“能醒过来，我也愿意嫁。”黄老太猛地睁眼，目光一一扫过房间，发现墙上的万年历时间竟显示是1977年4月1日。我这是重生了。妈，你别再因为我和爸爸打架了，我自己愿意嫁的。上一世，丈夫和婆婆为了1000块钱彩礼，不顾我的反对，将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傻子。之后，那婆家人使劲搓磨凤仙，她的公公更是动起了邪念，想要亲自续香火。最后，我女儿不堪受辱，上吊自尽了。呸呸呸！我养的女儿配得上世上最好的女婿，只要妈还有一口气在，什么疯子、傻子、赖皮狗都休想来沾边。黄婉晴，你莫不是被猪油蒙了心吧？你以为你姓黄，你生的赔钱货就是皇室公主不成？老婆子告诉你，媒婆给凤仙指的隔壁镇张峰，就是他命里顶好的女婿。妈说的对，妈还能害我们不成？黄婉晴安抚地摸了摸大女儿，妈，你若真心觉得隔壁镇的大傻子张峰好，你就自己嫁过去，正好你不嫌他傻，他也不懂得嫌你老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宋春林，你今天不狠狠扇他2个耳光，老娘我就不活了！反应过来的宋春林挥舞着拳头就走过来了。你个贱妇！从前我妈说你背地里对她不孝顺，我还不太信。爸，我妈被你砸晕过去那么久，才刚刚醒过来，求你别打我妈了。给老子滚开！宋春林，你敢打我闺女，我戳死你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房间里的动静太大，很快就把全家人都吸引过来了。几个儿子和儿媳妇看着手拿剪刀的黄婉晴，谁都不敢进来。唯有小女儿宋凤娇看见摔倒在地的大姐，心疼地冲进来将姐姐扶了起来。黄婉晴看了一眼如今还好端端的2个女儿，心下稍感欣慰。这次谁若是再敢打我女儿的主意，我就跟她拼命。王媒婆按照约定时间，拿着男方的户口本和1000块钱彩礼进了村，正准备去宋家拿宋凤仙的户口本。啧，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疯就疯了呢？呵，自家闺女要被那丧尽天良、生儿子没屁眼的东西卖给大傻子当媳妇作践，哪个当妈的会不发疯？骂的就是他，反正我家孩子是不会找他说媒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若不是看在宋家人丁兴旺、儿女双全的子女缘上，谁能看上他们家呀？王媒婆边走边骂，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宋家院子里，黄婉晴正把刚捣烂的消肿草药往大女儿脸上敷。有人在家吗？黄婉晴一看是王媒婆，便知道她的来意。你瞎吗？满院子的人，你看不见？你们聊，我年纪大了，也不中用了，先回屋躺会儿去。哎，宋婶，你先别躲，男方那边都已经谈妥了，户口本和剩下的1000块钱彩礼，我今天也带过来了。宋婶，你可别告诉我家里还没有商量好。什么叫剩下的彩礼钱？这桩婚事我们老宋家压根就不同意，是你们一厢情愿，我们何时收过你1分钱的彩礼？哎呦呦，我的腰哦，要老命喽！凤娇，你赶紧去把你爸找回来，就说王媒婆过来了，找他商量你奶奶想改嫁的事情。你奶奶太高兴，平地走路都摔了一跤。全村的人都知道你爸最孝顺，所以你奶奶摔在院子里，现在还没起来，就等着他回家来扶呢。哎，宋春林匆匆赶回家，一看躺在地上的老娘，顿觉天塌了。妈，你咋样了？儿呀，你可别乱动了哦，赶紧帮妈找个跌打师傅过来看看骨头才是正经哟。黄婉晴，你还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找跌打师傅过来帮忙？跌打师傅，咱们村可没有，手艺倒是有一个，要去请吗？妈，涂师傅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刚才我爸就在涂家看人打牌哩，还是涂家婶子帮我爸包扎的伤口。听说奶奶摔伤了，涂家婶子也跟着着急，赶紧让涂师傅过来帮忙看看。黄婉晴扫了一眼宋春林胳膊上的蝴蝶结，若有所思。哎呀，宋婶，你咋还躺在地上呢？快，大家一起来帮忙。很快，宋老太就被几人合力抬回了她自己的房间。行了，骨头算是正位了，我一会儿回家配几副消肿止痛的草药，先敷几天，再慢慢养着就好了。这时，王媒婆从人群里挤了出来。宋婶，我今天过来就要一句准话，你是现在把户口本给我，咱们继续结亲，还是把先前的200块定亲钱如数退还给男方？
我也只是个牵媒搭线的中间人，姻缘不成仁义在，你也别让我难做。原来这死老太婆私底下还昧了200块钱，这可不是笔小数目，200块钱都能买个大金镯子了，难怪母子俩会见钱眼开。行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说着，两口子就迅速告辞离开了。宋老太看见外人一走，顿时脸也不要了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怎的？你们当我手里的这张收据是没用的吗？你们今天若是不给我个交代，明天我就拿着这张欠条去镇上派出所报警。一旁的宋春林慌了神，因为那200块钱是他收下的，收据上面的手指印和签名也是他的。好媳妇儿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就去把户口本拿出来吧。那200块钱我已经拿去还账了，现在真的拿不出来。大半辈子的相处，黄婉晴能感觉出来，这次她确实是拿不出那200块钱。行，那就嫁吧，我现在去拿户口本。站在门外偷听的宋凤仙一听这话，瞬间吓得脸色惨白。黄婉晴很快就去而复返。诺，户口本给你，去回话吧，就说我们老宋家不介意多个傻爷爷，只要那边日子定下来，啥时候来接人都行。王媒婆听着这话不对劲，赶紧打开了户口本，结果仔细一看，发现手里拿的竟然是宋老太的户口。黄老太被亲儿子活活饿死后，重生回70年，被逼成了悍妇。恶毒婆婆指使丈夫打我，我反手扎穿她手臂。无良丈夫想把大女儿嫁给傻子换高额彩礼，我转身拿出婆婆户口本，恭迎傻爷爷来上门接人。好你们个3元村老宋家，这是摆明了要给我偷梁换柱，和我200块钱呗。凤仙的婚事你们没征求我的同意，我也没收你们半分钱彩礼，所以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不着。行，我王媒婆说没半声，还能怕了你们几个不成？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剩下的烂摊子黄婉晴才懒得管，转身回了自己房间。她脑袋受伤，还头晕得很，需要静养。直到小闺女端着晚饭进来，才得知最后婆婆没撑住，让宋春林开箱拿钱赔给了王媒婆。妈，你是没看见我奶奶那对樟木箱子里不仅有好多钱和粮票、布票，还有一对像后山潭水般碧绿清透的玉镯子呢。我奶说那可是前朝皇宫里流出来的好东西，可值钱了呢，是宋家的传家宝。我奶还说啥？没事，你妈我根本不在乎，就当听个乐子。奶说宁愿让我爸跟你离婚，将来把那对玉手镯传给新媳妇，也不要传给你。是吗？反正上辈子宋春林压根就没等到离婚另娶的机会，就早早的死了。那是一个仲夏夜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宋春林趁他熟睡的后半夜悄悄出了门。第二天被发现时，人已经光着膀子淹死在村里的浅水河里了。妈，你别发呆了，先吃点东西吧，保重身体要紧。好，你吃过了吗？你大姐呢？宋凤娇摸了摸才3、4分饱的肚子。我们都吃过了，大姐在厨房里刷碗呢。那你吃饱了吗？没饱。家里又不缺粮食，为什么不吃饱？妈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奶奶私下给我和大姐定了规矩，每顿就让我们吃1碗，不准添饭。奶奶说我和大姐多吃1口，爸爸和4个哥哥就少吃1口。我们2个是赔钱货，迟早是别人家的人，多吃也是浪费家里粮食，饿不死就行。你啊，你怎么现在才说？是不是傻？大姐说全家那么多人，就属妈你最不容易。奶奶是长辈，一个孝字大过天，不能因为我俩的小事害得你跟奶奶闹气。你大姐就是个笨蛋，忍气吞声能当饭吃吗？走，妈现在就带你去讨回公道。奶奶，你今天受委屈了，她性格一向都蛮横霸道，我最能理解你的感受了。为了那样的人气坏自己可不值当，这段时间就由双儿给你做点有营养的，好好补补身体。还是双儿孝顺，不枉费奶奶平日心疼你们一场。妈，你不是在房间里休息吗？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不过来，还不知道你这么会孝敬长辈呢。哟，鸡蛋羹，这可是有营养的好东西。瞧你瘦成啥样了，奶奶心疼你，特意把鸡蛋羹留给你吃呢。宋凤娇二话不说就捧起鸡蛋羹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，别提吃得多香了。黄婉晴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妈，那碗鸡蛋羹是特意给奶奶准备的，你的长孙都舍不得吃，知道要留给太奶奶。凤娇咋就这么馋嘴？今后嫁到别人家去当媳妇，那还怎么得了？宋凤娇满脸不服气地瞪着自家大嫂，却也只是咬紧下嘴唇，站在一旁不吭声。黄婉晴看着自家小闺女一副受气包的模样，再想到大闺女面人一样的性子，简直脑壳痛。想到这里，她准备今天就当面先言传身教一番。后院的鸡全是我喂养的，鸡下的蛋也全部都是我收捡的。你不过是争了一下，就好意思拿着我的东西去做人情，还背地里编排我。这鸡蛋羹也不是大嫂蒸的，我一尝就知道肯定是大姐蒸的。没过一会儿，大儿子房中就传来小两口的吵闹摔打声。你们老宋家就不把儿媳妇当人看？黄婉清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？对子女不慈，对长辈不孝，你简直蛇蝎心肠！不许你这么说我妈，你个坏老太婆！反了你了，我就应该把你嫁给傻子去，你给我等着！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连自己死后埋哪儿都做不了主，更别说你的婚事了。
既然你天天把我不孝顺这句话挂在嘴边，那我也不好让你失望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顿顿都吃稀粥配酱菜，我们母女3人今后就不伺候了。当天晚上，黄婉晴就把丈夫宋春林的东西一股脑从房间搜了出来，扔到了门外。妈，你到底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？从你醒来后开始，整个人就跟中了邪一样，搞得家里鸡飞狗跳。如今天都黑了，你能不能消停一下，让我安安静静看会儿书？畜生，我看你的书全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妈，你居然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小畜生！王媒婆在客厅里商量着要把你姐嫁给傻子时，你咋不嫌吵？昨天你爸拿凳子要砸死我时，你咋不嫌吵？我现在不过收拾几件衣服，搬几样东西，你就受不住了，还耽误你看书。我今天还就告诉你，这书你爱读不读？你若不想读了更好，家里不仅省一笔开支，你也正好跟着你几个哥哥一起去后山砍柴烧炭，也省得你几个哥哥背后埋怨我厚此薄彼，一碗水端不平。黄婉晴这一顿疯狂输出，全家人都默默看着，再没一个敢多嘴。重新回到40岁，黄婉晴一夜好眠，醒来觉得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仙儿，你怎么不多睡会儿？起这么早做什么？妈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要多休息。家里这点杂活，我早起一会儿就能干完。剩下的你别管了，坐在灶前看着火，陪妈说会儿话。家里的衣服还没洗，我趁着现在有空，先去河边把衣服洗了吧。洗什么洗？惯得他们个个都有手有脚，从今天开始，谁的衣服谁自己洗。哦。随着太阳渐渐高悬，宋家的人陆续都起来了，但只听见前院大大小小嬉笑怒骂的声音，没一个人进厨房来多看一眼，更别说搭把手了。除了小女儿宋凤娇。妈，我帮你做点啥？猪食熬好了吧？那我先去喂猪。放下，猪圈里臭烘烘的，你一个小姑娘去凑什么热闹？你四哥不是闲得蛋疼吗？正好，从今天起，喂猪这事就交给他了。说着，黄婉晴从锅里捞出2个煮鸡蛋。早饭还得等一会儿，你俩先一人吃个鸡蛋垫垫吧。好吃。宋凤娇又掰了一大块，塞到黄婉晴嘴里。妈，你也尝尝，可香哩。妈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这个鸡蛋一会儿留给我这儿吃吧。你吃你的，谁生的孩子谁心疼，用不着你当大姑的从嘴里省。你瞧瞧自己，头发稀疏，皮肤蜡黄，瘦得干巴巴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妈每天早上给你们一人煮一个鸡蛋吃，给你们好好补身体。妈让你吃，你就赶紧吃，回头若是让哥哥嫂子看见了，妈难做人。宋凤仙一想也有道理，赶紧拿起鸡蛋吃了起来。奶奶，饭做好了吗？你今天咋这么磨磨蹭蹭的，都快饿死我了啊！大姑和小姑在厨房里偷吃我的鸡蛋，我告诉我妈去。妈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若是让贺双知道，今天早上还不得闹翻天？怕什么？难道你妈给你吃个鸡蛋还犯法了不成？我倒是要看看今天早上谁敢拿这件事跟我闹。你怎么搞的？早上就吃这些玩意儿？妈，这也太素了，米饭蒸的也有点硬，我们一会儿还要下地干活，没点油水怎么顶得住？妈，你给我们吃这些，却偷偷在厨房给大姐和小妹开小灶吃鸡蛋，连你亲孙子要祖都没份，你怎么能那么偏心？黄婉晴，你可别太离谱！你再跟我大小声一句，拍一下桌子试试。宋春林秒怂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，好好的，你怎么还急眼了呢？我在厨房给凤仙和凤娇开小灶，谁看见了？我亲眼看见的。哼，坏奶奶，你小心老了，饿死都没人管你。黄老太被亲儿子活活饿死后，重生回70年，被逼成了悍妇。心急儿媳背后使劲编排我反手把她扇成猪头。不孝长孙敢指着鼻子骂我老不死。我转身操起竹条扫把，带他深度体验爱的教育。妈，你消消气，饶了耀祖吧，他知道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你要是真生气，你打我，孩子还小，你别打孩子呀。呼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4岁的孩子懂什么？他之所以会说刚才那一番话，都是大人背地里教的。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们，少在我眼皮子底下玩这些弯弯绕绕。我老了就算去捡垃圾讨饭，烂在大街上，也用不着你们来养。还有什么你的鸡蛋，那是我养的鸡，我的鸡蛋。从今往后，你要是想吃鸡蛋，自己出去挖蚯蚓喂鸡，干活才有鸡蛋吃。啊，我今天就去挖蚯蚓，多多的回家喂鸡，找奶奶换鸡蛋吃。早饭后，黄婉晴叫住了小儿子，掌柜，你去后院把猪给喂了。啊，可是我不会啊。黄婉晴脸一沉，转身又要去找竹条扫把。妈，虽然我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。大姐，你快教教我怎么喂猪。傍晚，劳动了一天的宋家人都精疲力尽的回来了。宋长武浑身臭汗，只想快点洗个澡去皮。咦，我衣服呢？妈，我干净的衣服呢？等了一会，四下无人回应。宋长武气冲冲地找进厨房。妈，我刚才喊你，你没听见吗？听见了，你喊魂呢？那你为什么不应我？我下地干了一天的活，回家就想洗个澡，喊你你还躲在厨房里装听不见。我的干净衣服呢？你是不是忘了洗？到底是喂猪重要，还是你儿子更重要？从今天开始，自己的衣服自己洗。凭什么？你怎么不给我洗？瞎了你的眼，你冲谁大喊大叫呢？我又不是你们宋家的老妈子，
你自己有手有脚，衣服为什么不自己洗？还喂猪重要还是儿子重要？我呸！我喂个猪，猪还知道多长点肉，年底换钱回报我。黄婉晴越说越气，我养你们几个，除了吸我的血，不停的使唤我，可曾想过体谅我、维护我？你们还真是猪都不如。可是我只有2身衣服换洗，妈你不帮我洗，那我今天晚上穿什么呢？你就算是让我们自己洗衣服，至少也要提前跟我们讲吧，我又不是偷懒不愿意洗，这不是来不及，没衣服穿着急吗？宋长武这反应倒把黄婉晴弄得有些手足无措。你是蠢吗？自己没有换洗衣服穿，你爸和你哥也没有吗？你难道就不知道开口问一问，借着穿一天？哦，知道了。唉，看样子这二儿子现在还不算彻底没救。妈，你不赶紧死去洗澡，又跑回来干什么？我就是看这烧水桶怪沉的，你一个人拎着去喂猪太辛苦，想来帮你搭把手。你刚才不是说我不心疼你吗？我改还不行吗？这贱骨头，莫非挨打还打开窍了不成？用不着你，去把你四弟喊来，从今天开始喂猪的活都交给他去干。哦，那我现在就去喊四弟。不用喊，我自觉着呢。宋长贵穿着一身明显不太合适的衣服，一看就是借他爸的。呵，你这臭小子，脑子倒是转得快。那是挨一天打和天天挨打，我还是能分清的。黄婉晴假装板起脸，妈，你做什么又要打我？我今天可什么坏事都没干。怕你不长记性，先紧一下皮。妈，我会改的。黄婉晴看着2个儿子的转变，恍然惊觉，原来上辈子儿孙不孝的祸根，早在丈夫宋春林在世时就已埋下。她生完6个孩子后，宋春林待她日渐冷淡，儿女们便有样学样，全家都跟着轻贱她。这辈子她学聪明了，女人啊，终究得自己立得住。突然，黄婉晴发现宋长贵的衣服口袋里露着一小截纸条，她顺手抽出来一看，竟发现是一张买黄金的收据。3天前，也就是宋春林搬起凳子砸我脑袋的那一天，那死男人居然在县城买过一个金镯子。这金镯子是给谁买的？电光火石间，黄婉晴忽然想起了昨天涂秀莲手上戴了个金镯子，一看就是新买的。正当她出神之际，宋长贵已经喂完猪，去而复返了。妈，没想到喂猪还挺有意思的。既然你把这喂猪的活交给了我，要不我干脆再多喂养几头。说得轻松，猪草谁打？这养猪的糠和骨粉又从哪里来？难道能从天上掉下来？妈，我听涂师傅说，现在外面有一种猪饲料，可好了，买猪饲料喂猪，不仅能省下很多打猪草的精力，而且这猪天标长肉也快。要不然咱们家也试试。黄婉晴愣住了，她没想到上辈子总怪她逼她学习，耽误了发财的4儿子宋长贵，竟真有经商天赋。他是重生归来的，自然知道用猪饲料养猪这件事十分可行。宋长贵才刚喂了1天猪，就想到了这个办法。看来这孩子确实不适合读书，更适合在家养猪。既然你喜欢养猪，那就好好养。只是妈现在手里没钱，没办法支持你做这件事情。妈，你放心，买小猪仔和猪饲料的钱我自己想办法。晚饭后，大家都像往常一样，碗筷一撂就要下桌，打算各回各的房间。慢着，今天晚上谁刷碗收拾厨房？明天早上又是谁负责起来做早饭、午饭和晚饭？大家都分配一下。宋长文作为家中长子，不由望向身边的媳妇。双儿，要不？哎呦，妈，你啥意思啊？就这点小活，你平时不都是抬抬手就干完了？何必刚吃饱饭就来为难我们呢？常父说的对，不过是几件小事，你抬抬手就干完了，也值得特意拿到桌面上来问。这2天你先是顶撞为难妈，紧接着又是不喂猪不洗衣服，如今竟然连做饭刷碗这样基本的家务活都要甩手不做了吗？怎么这日子不想过了？哼，黄婉晴压根就不惯着。行啊，那就不过了。这一番操作直接把在场的儿女们给镇住了，大家都老老实实接受了家务轮班安排。第2天清早，无事一身轻的黄婉晴正在院子里闲逛，隔壁的赵小兰突然匆匆上门了。不得了了，你赶紧去河边看看吧，你家凤娇和涂秀莲俩人在河边打起来了。白天她是村里最贤惠的媳妇，可一到晚上，她却偷偷跟隔壁老宋头搞上了破鞋。只因她丈夫虽是杀猪的一把好手，上了炕却像蔫了的茄子。这天2人照常在破庙里快活完，涂秀莲拿着弄脏的裤头去河边洗，却意外撞上了老宋头的女儿。站住！大白天的，居然好意思当着全村人的面帮我爸洗内裤，你不要脸，我妈还要脸呢！看我今天不捶死你！等黄婉晴赶到的时候，正看到小女儿扬起捶洗衣服的木棍。住手！黄婉晴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们母女俩没完！黄婉晴懒得理她。宋凤娇，做事之前动动脑子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他是个什么破烂货，值得你以命换命？刚才你那一棍子若是敲下去，真敲出个好歹来。他无儿无女，万一后半辈子都缠上你让你养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妈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每天就知道闷头干活，被人挖墙脚了都不知道。唉，黄婉晴何尝不知道丈夫的异样，家里突然消失的200块钱，涂秀莲手腕上的金镯子和藏起来的发票，再加上今天河边洗内裤这件事情，但这些不该让小女儿来出头。回到家中，看见小闺女还在一边晒衣服一边抹眼泪，
好了，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又何必再为那些人掉金珠子，不值得。我才不是因为他们，我是替妈觉得不值。突然，宋春林怒气冲天的从外面赶回来。宋凤娇，你个丢人现眼的赔钱货，居然敢在外面败坏老子的名声！看老子今天不撕烂你的嘴，活剥了你的皮！妈，救命！肯定是涂秀莲那个老妖精找我爸告状了，他今天怕是要打死我。乖，你先回房间去躲一会儿。好你个小杂种，老子喊你，你还敢躲？你喊谁小杂种？再喊一遍试试！老娘今天就告诉你，你若是敢动我闺女半根手指头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黄婉晴，你到底还讲不讲道理？你是不知道，今天早上宋凤娇在河边，当着全村那么多人的面，是如何编排他老子的。呼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当时就在现场。什么？你当时也在？婉晴，我和秀莲之间那是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千万别听信那些长舌妇乱嚼舌根子。清清白白？宋春林，你别把人都当傻子了。你以为我手里没有一点证据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少糊弄我！黄婉晴看他这样的反应，继续炸他。今天早上涂秀莲全都跟我说了，你前脚收了王媒婆的200块钱，后脚就去县城给她买了个金手镯。不仅如此，你还背地里答应她，将来把宋家的那1对传家宝也送给她当定情信物。你就说是与不是？老天爷，涂秀莲那个蠢婆娘，怎么嘴巴没个把门，什么话都敢跟黄婉晴说呀？这下倒好，还让老子回来帮她撑腰，怕是不好收场了哦。算了，你现在完全不讲道理，我懒得跟你解释，你自己在家好好反思一下。妈，接下来咋办？去，把你哥哥姐姐们喊出来，让大家拿上家伙事，都跟我走。村路上，宋家一行人气势汹汹地朝着涂秀莲家方向去。这是怎么了？谁又惹着黄婉晴了？肯定有瓜，快跟上！黄大姐，你带着这么多孩子过来，不知是？涂师傅，我敬重你是个好人，本不想麻烦你，但我确实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当面找涂秀莲谈，麻烦你把她喊出来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好，黄大姐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进屋去喊。几分钟，涂秀莲出来了。黄婉晴，你故意带人来我家，想看我的笑话不成？涂秀莲，几天前，宋春林拿着卖闺女的200块钱，去县城买了个199块钱的龙凤呈祥金手镯，他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，亲口承认说是送给你了。今天我带着孩子们过来，就是为了要回那个金手镯。一旁的涂师傅脸都绿了。涂秀莲，你不是说那个金手镯是你爸留给你的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家的，你听我狡辩，这手镯真的是我爸留给我的，这金子上又没写名字，他黄婉晴就是认准了这一点，才故意上门来刁难咱们的。黄大姐，不管如何，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见你家宋春林亲手把这金镯子送给我媳妇，单凭一张收据和你家宋春林的片面之词，很难让人信服。三儿子宋长富有些站不住了。妈，涂师傅说的对，你单凭一张收据和我爸在院子里说的那几句气话，怎么就能那么武断，硬说涂婶子手上的那个金镯子是我爸送的呢？不管说话还是做事，咱们得讲证据，凭良心，对吧？混账，你个逆子，胳膊肘居然往外拐！凤娇，你现在赶紧去把村长和大队长都请过来，就说咱们这有重要的事情，需要请他们俩来帮忙做个见证。不一会儿，3元村的村长和生产队的大队长就赶到了。婉晴妹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就急成这样？村长、大队长，今天我着急请2位过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想让2位帮我做个见证。接着，黄婉晴就把关于金镯子的分歧仔仔细细跟2人说了一遍。所以，黄大姐的意思是说，你有办法分辨金手镯的出处？没错。既然你有办法分辨，为何不干脆直接双双对峙，还这么麻烦，要把我们俩喊过来？大队长，你别嫌我麻烦。原本我带着儿女们来找涂师傅和涂秀莲对峙，是因为看中涂师傅的人品，相信他不会偏袒自己的婆娘。谁曾想，在亲疏远近面前，连涂师傅也不能免俗。现在整个3元村，我黄婉晴最信任的2个人，就是您和村长。这是前几天宋春林买金镯子的收据，辛苦2位帮我做个见证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镯子摘下来！涂秀莲不情愿地摘下了手上的金镯子。村长拿着金镯子和收据上的字母数字进行仔细对比，一模一样。大队长也跟着再次复验了一番。没错，都能对得上。涂秀莲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这是宋春林心甘情愿买给我的，又不是我偷的。你闭嘴！亏老子还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敢趁老子不在家给我戴绿帽子！黄大姐，今天实在是对不住了。这个金手镯，你若是真确定是你家的东西，不亏心的话，那就拿回去吧。亏心？就算是亏心，那个人也不是我。村长，辛苦你和大队长了，特意为我们主持公道跑这一趟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涂秀莲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金镯子，才戴了没几天就被黄婉晴抢走了，心中实在不甘心。都是你，你还我金镯子，你个野杂种，死太监！你从小就偷学我爸的手艺，长大后不仅气死了我爸，霸占了我家的财产，你还敢打我，虐待我，我今天就跟你拼了！行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要打架关起门来打，省得教坏小孩子。
百年修得共枕眠，好好过日子，别瞎折腾。黄婉晴目的达成，心满意足地往回走。涂师傅真可怜，那么能干又好脾气的一个人，却娶了这么一个红杏出墙的母老虎当媳妇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哼，那两口子就是烂锅配烂盖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八旬老太重生回到40岁，面对丈夫的出轨，这次她选择不再忍气吞声，而是一串大逼斗扇的他妈都供不出来。疯了，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黄婉晴，你别以为你替宋家生了4个儿子就了不起，你别以为老子不敢跟你离婚。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很快，黄婉晴发疯打男人的佳话，就像一阵风，迅速传遍了整个三元村。听说你一战成名，干得漂亮，吾辈楷模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趴在墙头偷听来着。我每天那么忙，哪有那么多闲工夫？是你家宋春林，这几天他天天顶着纱布，脑袋满村子晃悠。看见那大姑娘、小媳妇，若是愿意打听他伤情的，他就停下来倒苦水。是吗？那死男人都说些什么？还能说什么？无非说你爱他爱到发疯，整日拈酸吃醋。若不是看在6个孩子的面上，他早就跟你离婚了。他真敢这么说？那还能有假？如今村里的女人们俨然都把你当成了河东狮、母老虎，把你家宋春林当成了潇洒多金的王老五。你看那边的刘寡妇，最近几天有事儿没事儿就爱往你家宋春林跟前凑。前天才被人撞见俩人在村口大树下嗑瓜子儿，昨天又被人碰到俩人在后山扯竹笋。你呀，可当心点吧，那个涂秀莲家里还有老公压制管教着，这个刘寡妇可就难讲了。啥？宋春林那个裂缝的蛋，居然在苍蝇群里这么吃香吗？回去的路上，黄婉晴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，鬼鬼祟祟往破庙里闪去。大白天的，宋春林又在搞什么名堂？死鬼！涂秀莲跟你好的时候，你知道送她金镯子，到了我这里，你就拿1兜破鸡蛋打发我。好柳儿，你别急嘛，我家还有一只祖上传下来的翡翠镯子，那可是从前皇宫里流出来的宝贝，就连那疯婆子都没见过。等回头风声下去些，我偷偷拿出来送给你戴，行不？死鬼，你该不会是哄我的吧？我怎么听说你前几天就被黄婉晴赶出了房间，如今连个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？若是手里真有那么好的东西，你能藏在哪里？哼，我才不信你的鬼话。好柳儿，我这么稀罕你，怎么可能会骗你？老话说得好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已经悄悄把那翡翠镯子藏到他床底下的隔板里，那疯婆子就是在家翻破天，也不可能发现。黄婉晴悄悄摸出火柴盒，将院子里堆着的干稻草点燃了。随后，他又捡了一根粗树棍，从外面把院门拴死了。呼，不是脸都不要了吗？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们。很快，院子里开始飘起浓烟，不远处隐约有脚步声赶来。黄婉晴赶紧端着自己的木盆远离现场。当家里最要面子的大儿子宋长文黑沉着脸赶回家时，黄婉晴已经哼着小曲在房间里清点他的资产了。长文呀，你爸这是咋了？怎么让你大白天的回家拿衣裳？可是下地干活时摔着了，还是不小心落水了？奶奶，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。好孩子，你如实跟奶奶说，奶奶撑得住。你爸爸他可是伤得太严重。长文，虽说你媳妇给你和耀祖开小灶是我默许的，可今天一个早上厨房就少了18枚鸡蛋，这也太过了些吧？如今可还没分家呢，兄弟姐妹之间还是要互相体谅一下吧。啥？18个鸡蛋？今天早上双儿明明只煮了2个鸡蛋。什么？长文，你可得好好管教一下你媳妇儿，这才过门几年，居然就学会偷家里东西，回去补贴娘家了。宋长文想起刚才破庙中的场景，很快就明白了这事是谁干的。奶奶，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没一会儿功夫，宋春林灰溜溜的回来了。到底是哪个缺德的王八蛋，居然干出那样没种的事情来？哟，对方到底干了什么事？你倒是先说出来，全家一起帮你评评理。算了，当我放屁。爸，你是不是偷拿厨房里的鸡蛋去送给刘寡妇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爸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能不能少干点缺德事？凭什么你干了这些事，让我们小辈来帮你背锅？要造反了你！老子才是一家之主，难道用家里几个鸡蛋还不行？还轮不到你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。宋长文平日寡言少语，可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尊。分家，我要分家！既然这个家没有我说话的份，那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分出去过。逆子，你说什么？你爹和你奶都还没死呢，你下面3个弟弟都还没有成家，居然就敢想着分家？你说是不是贺双那毒妇在背后撺掇的你？呸！老子警告你，若是再敢提那2个字，老子就休了这个儿媳妇，让你继续打光棍。宋长文吓得脸色惨白，就连门外偷听的贺双也只敢紧紧攥着门框，咬唇不敢吱声。分家这事我答应了，回头挑个好日子，直接请村长和同宗亲戚来家里帮着做个见证。你答应了？黄婉晴，老子看你也是彻底昏了头了。我问你，若是长文一家3口分出去，劳动力多，负担轻，他们日子是好过了，可长武、长富和掌柜3人将来结婚怎么办？哼，宋春林，我活了近40年，见过不要脸的，但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。帮助儿子们成家立业，那不是你这个当爹的责任吗？怎么，你们老宋家生儿子就是为了一个帮一个，老大帮老二，帮完老二帮老三，再一起帮老四？你这个当爹的是怎么了？是死了吗？
长文，你们两口子若是真想分家，现在就去通知村长一声，再跟族里的叔叔伯伯们提前约好时间，明天上午9点摆桌分家。事情发展的太快，4个儿子全都懵了。大哥，别分家，这家不能分呀。宋长文，你是聋了吗？妈叫你去通知村长和叔伯，你还傻站着做什么？赶紧去，别耽误了正事。长贵，你是我们4兄弟当中最受宠的那一个，今年你都虚岁16了，也该懂事长大了。4日上午，宋家屋门大开，院子里摆上了香案、高桌，祭拜告知祖宗后，宋家分家的事就摆上桌面。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的？能不分家就别分家。村长，我们想好了，这个家必须分。真到了非要分家不可的地步吗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婉晴妹子，你至少要为4个儿子考虑一下呀。我就是为了他们考虑，这才想着先分家再离婚，否则我这4个傻儿子辛辛苦苦挣的1点工分和粮食还没进自己肚子，怕是就被亲爹糟蹋一空了。与其全家所有人共同养一只蛀虫，倒不如大家分头努力，各自挣各自的前程，互不耽误。宋家4子都不傻，黄婉晴此番话一出，简直如醍醐灌顶，瞬间清醒了过来。对，村长伯伯，我愿意分家。我也愿意。我也愿意。那我也愿意吧。宋春林，你是一家之主，分家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我的意见很简单，今天分家可以，黄婉晴要跟我离婚也没问题。这座老房子加上后面的菜地，家里的猪呀鸡呀，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，我都随他。4个儿子想分家不养亲爹，那老子也如了他们的愿，但是我家凤仙和凤娇都必须跟我过。此话一出，一直躲在角落里偷听的宋凤仙和宋凤娇姐妹俩脸色瞬间煞白。宋春林，你真是臭不要脸！面对疾风吧！八旬老太重生活到40岁，第一件事就是跟窝囊废丈夫分家。岂料丈夫不要房子也不要儿子，只惦记着要走2个闺女。黄婉晴忍无可忍，直接送出一串大逼斗，让她认清现实。快把俩人拉开！闹成这样，这个家还怎么分？哎，难呀！分家这事，宋春林前面说的我全部同意，但是最后一条，他那是痴人说梦。我的2个女儿都要跟着我过，谁也别想来沾边。一直躺在房间里偷听的宋老太终于沉不住气了。黄婉晴，宋家的2个赔钱货，你一个都休想带走。他们俩生是宋家的人，死是宋家的鬼。我呸！谁稀罕姓宋？等我离了婚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给俩闺女改姓，今后就叫黄凤仙、黄凤娇。这番言行竟惹怒了宋家的族亲。黄氏，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难道出嫁前你爹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殴打家暴，自己丈夫在先，辱骂自己家婆在后。就你这样的，放在过去，关祠堂都嫌辱没祖宗，那是要进猪笼的。现在都已经是新时代了，你居然还想搞旧时代关祠堂、进猪笼那一套毒害我们的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？你难道不怕挨批吗？敢不敢再说一遍？黄婉晴眼看着分家这事，村长已然默许，但是要想分家顺利，就只差几位族里的叔叔伯伯们点头同意了。唐伯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刚才我们争吵打架，你都还一言不发，如今我不过是回了我婆婆几句嘴，你就坐不住了。唐伯若是真那么稀罕我婆婆，干脆你接回去给她养老算了。黄氏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当着这么多亲戚外人的面，你要是再敢乱讲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唐伯，我和宋春林结婚那晚，你趁我公爹醉酒，和我婆婆在阁楼待了1个多小时，被你孙子撞见时，你边系裤腰带边说在捉老鼠，这事你真不记得了？根本没有的事情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家里还有点事没做完，先回去看看。既然他们2口子想分家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让他们分便是了。就这样，宋家分家这件事情一锤定音。宋春林呜呜哇哇说了半天，可惜大家也没能听清楚他都说了些啥，干脆直接按照黄婉晴的意思把家给分了。当天晚上，黄婉晴就把手里为数不多的银钱和首饰悄悄藏到了2个女儿的房间里。这件事情就连2个女儿都没告诉。分家后的日子就这样风平浪静的过了1周。这天，黄婉晴从后山回家，竟发现房门上的锁被撬开了。真见鬼了，我的翡翠镯子跑哪去了？黄婉晴轻手轻脚的放下背篓，走到角落拿起扫把。来人呀，家里遭贼了！抓贼呀！黄婉晴刚追到院门口，就被婆婆宋老太拦住了。住手！你快住手！黄婉晴，你个疯婆子，你自己男人都认不出来了吗？分家是分家，你们2口子又还没有离婚，我儿子回自己房间拿点东西，算哪门子偷？你少跑到外面来胡咧咧，败坏我儿子的名声。附近的邻居听到动静，都纷纷跑出来看热闹。妈，你明明坐在门口晒太阳，居然还知道宋春林去我房间里翻东西了，莫非你后脑勺上还长着千里眼不成？什么晒太阳啊？我不是在帮儿子放风吧？赵阿妹，你闭嘴！我们老宋家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。既然是家事，你们还跑大门口嚷嚷。再说了，你那宝贝儿子今天敢撬自家的锁，保不齐明天就敢翻墙撬别人家的锁，我能不担心吗？哎呦，气死我了，我的老腰哦！呸，装的倒挺像，也就糊弄一下你儿媳妇这大傻子。这要是换做我婆婆，天天在家里这么作妖，我早800年就把她送进老院去了。
妈，我上个月刚回娘家找我几个哥哥借了500块钱，香笼底下还有我妈陪嫁的一对银镯子，从涂秀莲那里要回来的一个金镯子。若是我现在回屋找不着了，那定是宋春林偷走了，到时候你们母子就看着办吧。黄婉晴，你少忽悠人。等四兄弟下工回到家，就看到亲娘正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找东西，而奶奶则堵在房门口，骂得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。当初你要嫁进宋家，我就不同意。看你走路那妖妖娆娆，跟个狐狸精一样，就不像个正经过日子的女人。从前你爸还在世的时候，你洗完澡没事就爱往你爸跟前晃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骚蹄子在想什么。奶奶，你够了！只准你妈当着族亲的面编排我，还不许我骂她几句了。奶奶，我妈说你的那件事，有时间有地点还有人证，你编排我妈这些事，连个影都没有，全靠一张嘴瞎编。你若是再这么胡说八道，小心我爷爷半夜回来找你。呸呸呸！你个小贱蹄子，居然还敢咒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够了！黄氏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宋春林搜刮走了我的全部财产，我当然是要讨回来。黄婉晴当着众人的面，直接冲到了宋老太的房间门口。凤仙、凤娇，你们两个跟我一块搜！常文、常武、常富、常贵，你们4个站在门口看着。你爸今天撬我房间锁，偷走了我500块钱和一只金镯子，一对银镯子。既然他们这么干在先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话罢，他砸掉了婆婆房间的门锁，随后带着2个女儿撞门而入。凤仙，你负责找床顶、房梁，还有房间的各种墙洞、窗户缝。好。凤娇，你仔细找找桌子底下、床底下，千万别放过任何犄角旮旯。没问题。不到1刻钟，母女3人就收获颇丰，一共有789块钱，还有一堆的粮票、布票和肉票，合着老宋家的家底全让他们母子2人给昧下了。妈，我又找到了这些银元，都是从房梁上找到的，用稻草捆成了一提。我刚才乍一看，还以为是老鼠窝呢。金条，妈，奶奶房间里还有金条，一共有6块金条。妈，这些东西你准备如何处置？这么多狼围着桌子上的这些肉，宋老太彻底慌了神。滚开！你们通通给我滚开！这些全部都是我的，你们谁也别想惦记。奶奶，你一穷二白嫁进我们老宋家，我们老宋家可曾亏待过你？爷爷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霸占了我们老宋家的财产，分文都不传给儿孙，难道你就不亏心吗？我亏什么心？这些都是我的棺材本，你们谁都别想打我的主意。什么棺材本？你的棺材爷爷早就替你准备好了，就在屋里摆着，墓穴也在祖坟边上留好了，又不是老佛爷下葬，哪用得了这么些？死丫头，你闭嘴！常文，你领着3个弟弟先把奶奶请回房间休息去，小心点，别伤着奶奶的腰。很快，宋老太就被4个孙子抬回了房间，直接被反锁在了里面。黄婉晴拿出600块钱，又拿了1块小金条和2枚银元，这些正好抵了妈今天被偷的部分。常文，剩下的你和你媳妇来分，全部平均分成5份，你们兄弟4人，1人占1份。我和你爸还没有离婚，合起来算1份。好，小妹，反正也没咱们的事儿，要不咱们先去打猪场？我不，大哥大嫂，我觉得今天桌上这些金银钱粮，我和大姐也该分1份。黄婉晴垂下眸子，眼底闪过一抹满意的笑容。去，一边去！儿子才能分家，你们当女儿的跑过来凑什么热闹？这些东西既不是房子，也不是地，而且还是我和大姐帮着一起搜出来的，凭什么不能分？只要是宋家的人，见者有份。你们今天若是唯独不给我和大姐分，那这破日子就都别想安生过了，看谁豁得出去。有前途。八旬老太被亲儿子活活饿死后，竟意外重生，活到40岁。如今她身强体壮，第一件事就是搜出被丈夫和婆婆藏起来的宋家家底，当着全家人的面彻底分家。然而兄弟姐妹6人因为分家不均，双方都不退让，场面又僵持了下来。妈，你快管管宋凤娇，女人掺和分家像什么话？是呀，分家是你们男人的事，我一个女人在里面掺和什么？不过你爸估摸着也快回来了吧？我劝你们有这时间内讧，倒不如快刀斩乱麻。万一你爸一气之下把族长请过来，那就……妈说的对，咱们还是赶紧分吧，不然谁也落不着一根毛。我看这剩下189块钱分成6份，咱们4房各1份，爸妈和奶奶占1份，大姐和小妹得1份，剩下12块银元也分成6份。至于这5个小金条，这金条是宋家的传家宝，自然是不能往外传的。大姐和小妹就不分了。凭什么不给我分？那小金条全是我找到的，早知道你们这么黑心，刚才就不应该拿出。行，我觉得双儿分得很合适，就这么办吧。宋凤仙虽然心疼妹妹，可世道就是如此，不是她使性子就能改变的。最后，宋家的第2次分家就按照贺双的分法顺利结束了。宋老太被孙子们从房间里放出来后，就叉腰站在院子里骂，声音都骂哑了，也没人去搭理她。过了晌午，家里男丁都陆续下地干活去了。黄婉晴翻出自己压箱底的好料子，准备给2个闺女各做一身鲜亮的新衣服。尤其是大闺女宋凤仙，今年都23岁了，都被留成老姑娘了。都怪我！贺双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宋老太原本还坐在院子里哑声咒骂着，见状也赶紧噤了声，灰溜溜的回了房间。疯了，这人狠起来连自己都打，看来是真疯了。这非年非节的，怎么会有外人进村呢？
妈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今天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呀！黄婉晴最近真的是太肆无忌惮、作威作福了，看她把我打的，她是真往死里下手呀！春林，你放心，如果真的是我家婉晴的错，妈今天一定好好教育她。这死男人自己做了亏心事不知反省，居然还敢找我娘家人告状，哼，请得正好。婉晴，你们两口子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要看宋春林告的是哪一桩了。妈，你看我这浑身的伤，全都是黄婉晴打的，女婿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你今天可要替我做主呀！旁边两个舅兄看在眼里，嫌弃的不断挑眉，眉毛几乎都要离家出走了。婉晴，你们两口子打闹也没个轻重，真是不像话。亲家母，你这话说的，你闺女把我儿子打得都快残废了，还能说是打闹？哦，那我用词不准确呗。我们老黄家祖上3代都是贫农，没读过什么书，说话没文化，你别介意。这哪是没文化，你们明明就是偏心眼儿。行了，你们有事说事吧。家里2头母猪下了24只小猪崽，这几天正断奶呢，我没那么多闲工夫在这里陪你们打嘴仗。他先动手的。妈，宋春林和我婆婆瞒着我要把凤仙嫁给傻子换彩礼，我不同意，他就用凳子砸我头，我晕了一整天，醒来他又要打我，是凤仙拼命护着我，我不得已才用剪子扎了他。畜生，你还有脸来黄家告状？那我后来开始跟他好好讲道理了，他还是死性不改，动不动就殴打我。你活该！就说今天这事，我回房间拿个东西，他拿起扫把就追着我打，像话吗？放屁！我房间里哪还有你的东西？你若是心里没鬼，何必趁我不在家，让你妈坐在门口望风，撬坏我3把锁进去偷东西？婆婆望风，帮着儿子去偷儿媳妇的香笛，哎呦喂，真是闻所未闻。读书人家就是不一样，好挣的家蜂窝。这时，地里干活的儿女们听到消息，也纷纷赶了回来。长辈们说话，你们跑进来干什么？没规矩，去外面院子里待着。宋春林见儿女们回家了，胆子也壮了几分。我一个大男人也是要脸的。黄婉晴逼着儿女们分了家，自己还把持着老宋家传下来的家底一分一毫都不舍得拿出来。我若不是为了儿女们，怎么可能会出此下策？宋老太不断给儿子使眼色，奈何宋春林压根就想不到家里今天到底都发生了什么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宋家传下来的家底一直都在我手里攥着？难道不是吗？婉晴，你男人刚才说的可是真的？妈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我妹手里若有钱，上个月还回娘家来借钱做甚？原来黄婉晴上个月确实回娘家借过钱，只不过要等家里的小猪卖出去后，再让哥哥们把钱送过来。黄婉晴生怕哥哥们说漏了嘴。宋春林，你放屁！长文，你进来。正好今天当着你外婆和2个舅舅的面，你谁也不用偏帮，直接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就行。宋长文满脸失望地望向自己的亲爹。爸，事到如今，你怎么还不醒悟呢？我爷爷去世后，根本就没有把宋家的家底传给……别说了，我气得胸口疼，喘不过气来了。宋长文，你想逼死我，逼死你亲奶奶吗？长文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跟舅舅们说呀。果然，向来要脸面的宋长文闭嘴不吭声了。哼，宋长文，老娘辛苦生你养你一场，还不如养条狗。大舅，我来说，我爷爷生前留下来的家底，1毛钱都没有给到我妈，全被我奶奶和我爸俩人悄悄藏起来了。闭嘴！好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死丫头，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你敢当着我们黄家人的面打我的外甥女，你莫要太放肆！凤娇，你继续说，今天有舅舅们在这里，我看谁敢打你！外婆、舅舅，你们是不知道，今天我爸偷了我妈的钱和金镯子后，转头就往外跑。我妈去追，我奶还死命拦着，我妈气不过，这才领着我和我姐，当着全家人的面翻了我爸的房间。什么？黄婉晴，你居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翻了我的房间？呼，岂止啊！我不仅翻了，还翻出了你所说的金条、银元、现金2票，除了那对翡翠镯子没见到，宋家的老地全让我翻出来了。你不是一直说我攥着宋家的老地不放吗？如你所愿，我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重新分家，一股脑全分了，哈哈哈！你，哎呦喂，儿子啊，你这是咋了？这是典型的气急攻心，我会治。话音，黄建国揪起已经昏死过去的宋春林，连拖带拽拎到了院子里。醒一醒，醒一醒！二舅，你这是干嘛？我爸已经晕过去了，你再这样打他，不是想要他的命吗？长文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救救你爸呀！宋长文赶紧上前去拦。哎呦，手滑了！你这孩子，二舅这是在救你爸呢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说完，黄建国拎起旁边的水桶泼了过去，把对面父子俩浇了个透心凉。怎么回事？二舅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个小白眼狼，你爸拿凳子砸你妈，你跟个缩头乌龟一样。如今我正经想办法救你爸，你倒是心疼的紧。既然你看不起我黄家人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别登我黄家的门，我只当没你这个白眼狼外甥。八旬老太重新回到40岁，此时爹娘健在，哥哥们还待她如珠如宝。有如此强大的娘家撑腰，打老公要趁早，打儿子要趁小。二舅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个小白眼狼，你爸拿凳子砸你妈！外面的事情交给你哥哥们处理，你跟我回房，咱们好好聊一聊。说吧，你俩怎么回事？感情淡了，他还在外面搞破鞋，不止一个，我看着就嫌恶心。唉，
婉晴，若是没有这几个孩子，妈也就不劝你了。可你若自己走了，放任几个儿子不管，将来他们肯定会怪你的。爸妈都会走在你前面，等你老了，还不是要指望几个儿子和儿媳妇孝敬你，给你养老？不提儿子们养老这一茬还好，一提黄婉晴就伤心起来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就是要离婚。妈，你不知道，前些天被宋春林砸晕后，我做了个很长很长的噩梦，特别真实。什么梦？在那个噩梦里，宋春林死得早，我守着婆婆和4个儿子当寡妇，孤身挑起了这个家，好不容易伺候走我婆婆，帮衬着4个儿子都成家立业。岂料到了晚年，我对他们没了用处，他们竟然把我活活饿死了。乖女，别怕别怕，不过是个噩梦，梦都是假的，是反的。不是假的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醒来后发现，生活果真按照梦里的样子在发展，我不想再跟梦里那样熬一辈子了。妈，你若是真的为我好，就支持我离婚吧。你倒是如了意，那凤仙和凤娇呢？对了，你爸前2天给凤仙丫头物色了个好孩子，刚从边疆退伍回来，今年26，比凤仙大3岁。改天让你大嫂牵线见上一面。凤仙这孩子性子太软，让她嫁回黄家村，有5个舅舅和一堆表兄弟们护着，总归不会让她吃亏。真的啊，妈你真好。嗨，凤仙的事情都好说，关键是你那不省心的小凤娇，可怎么办才好？凤娇这孩子从小就喜欢读书，离婚之后，我准备供她考大学，好好念书。什么？你可别放糊涂，高考都取消多少年了，你准备让她上哪去考大学？好好的一个伶俐丫头，你别又给人家耽误了。妈，在那噩梦里，今年年底就要恢复高考了。长贵不想读书，我却逼他考大学，最后他拿着钱在外面鬼混了几年。凤娇想念书，偏偏我心狠舍不得多花1分钱。后来他寒心离家，再没回来。你个死丫头，好端端的，干啥要做这样戳人心肝肺眼子的梦呢？行吧，你想离就离吧，妈就一句话，只要爸妈还在世1天，娘家自然有你一张床一口吃的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，带几个小拖油瓶都饿不着你们娘几个。妈，你真好，等我离婚了，将来我给你和爸养老。去，你5个哥哥个顶个的孝顺，哪里用得着你来给我们养老？管好你自己就行。黄婉晴把亲娘和兄长们送到了村口，她的身后2个闺女和3个儿子不远不近的跟着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吧，好好照顾自己。真若遇上了事，随便派个人回黄家村报个信，娘马上来。女儿知道。妈，你上次说同意我买饲料养猪的事情，现在还算数吗？你想干嘛？外婆家的2窝猪仔最近不是可以出窝了吗？我想买回来养。随你。外婆、舅舅，我送你们回家。傍晚，小儿子满面红光的回来了，还抱回来1匹布。你这布哪来的？妈，外婆说大姐做衣服的手艺好，让大姐用这匹布抓紧时间给外公做件春上，3天后亲自送过去。不过我觉得大姐没必要亲自送，正好3天后我要过去担小猪，我顺带着捎过去便是，还让大姐瞎跑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？瞎操心，3天后让你大姐陪你一起去，正好帮你担几只小猪回来，你也能少跑一趟。说完，黄婉晴抱着这匹布，喜滋滋的去找闺女了。若是她没猜错，3天后应该是娘家人约了那个刚退伍的孩子，借机和凤仙相看。看来她也得赶紧给凤仙做出一套新衣服才行。次日，宋春林干完活回家，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被大巴掌扇坏了，居然开始发神经了。嘿嘿，婉晴，你想干嘛？凑过来想找死吗？别，婉晴，你先把剪刀放下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有事说事，没事就滚。送给你，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最喜欢我送你花了。黄婉晴看着眼前这一捧野花，就像是活脱了一只苍蝇般的恶心难受。宋春林，你脑子莫不是被门挤了吧？少干点这种没屁眼的事，省得我大半夜想起来还要爬起来呕。行，真的是大白天见鬼了。一抬头，黄婉晴发现家里的儿女们居然都在探头探脑，目露好奇的看着她。看什么看？是不是闲得骨头痒，想挨揍？宋长贵下定决心要养猪后，开始收拾和修整后院那一排的猪栏。到了傍晚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大姐，我腰疼背疼肩膀也疼，你帮我揉揉呗。不行，姐，妈反复交代让我好好看着你，这3天你必须把外公的衣服做出来，针脚越细致越好，别的事情都先放一边。4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什么主意，今天让大姐帮你揉背揉肩，那明天是不是就得帮你收拾猪栏？那今后你把小猪仔买回来，到底是自己养还是让大姐帮你养？你若是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我劝你趁早别干。宋凤娇，你少瞎猜，我才没你想的那么那个，想让我死心没门。哼，咱俩可是双胞胎，就你脑子里藏着的那点小心思，还想要瞒过我？果然老话说得好，唯小人和女子难养也。算了，我不要你们帮我揉了，干脆让我回房间躺着，疼死我算了。烦死了！凤娇，你少说几句吧，你4哥平日里就不怎么干活，今天突然这么猛的累一天，正常人都吃不消。说着，宋凤仙拿出小半瓶活络油就要过去。姐，你有这心思，还是留着将来好好心疼姐夫吧。我去帮4哥揉背，行了吧？净打趣我，行，那你去吧。第2天清早，黄婉晴发现家里多了一件稀奇的事，小闺女和小儿子2个平日里一见面就又打又掐的，竟像是一夜之间和好了。
凤娇，今后4个房间里这些书全部送给你，你想看哪本就看哪本，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一会儿也帮你收拾猪栏。黄婉晴头也没抬，只当没听见。早饭的时候，宋春林又开始作妖了。虽然如今分了家，各房吃个房的，但吃饭的时间都差不多，难免又凑成了一桌。来，婉晴吃肉，我知道你爱吃肉。奶奶，你是不是不爱吃肥肉呀？我可以帮你吃。1块红烧肉换50条蚯蚓，我给你记招数。好嘞，好嘞。宋春林不乐意了，我给你加的，你转手就给了孩子。哼，那么大一块肉，我妈都不舍得吃。爸，耀祖可是咱们家长孙，难道如今他连块过夜的红烧肉都不配吃吗？旁边的宋长文也皱起眉头，显然是站在自己媳妇这一边的。别人家4岁的孩子都会下地干活了，他还屁事不懂，我看就是人懒嘴馋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如今家都分了，你们若是想吃肉，自己拿钱拿票去买，别成天想着从别人嘴里抠吃的。双儿，别说了，耀祖爱吃肉，咱们自己买。黄婉晴冷眼旁观着宋春林作死的行为，莫欺稚子与少年，因为人会老，稚子和少年会长大，还会记仇。夜渐深，黄婉晴回了自己的房间，这是她重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，心中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这大晚上的，该不会是有老鼠进房间了吧？婉晴，我的好媳妇儿，咱们别闹气了，就让我搬回房间来住吧。